只有男主陈彦慈对我的恐怖值彻底拉满，我才能离开这个世界回家。为了这个终极目标，我毫不犹豫地开启了做天做地的死千锋模式。他喜欢的我无脑抢，他讨厌的我硬塞给他。总之，做精的真理就是一切以让男主注意我为绝对目的。可我怎么也没料到，随着时间流逝，他对我的放纵竟然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原来他只对我做，你急什么？我和沈燕慈算得上是青梅竹马，但今年的生日宴会，他邀请了圈子里所有人，唯独漏了我。没关系，只要脸皮够厚，没有门能挡住我。我靠，吓死老子了！你个不长眼的，卢清燕这无法无天的脾气到底能改吗？我真想送他2脑口！姓陈的，你不邀请我是什么意思？你昨天都还在欧洲，我怎么给你发邀请函？而且没给你发，你这不也进来了？你发你的，管我在哪里？我心情好自然会来。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找到了个这么差的场子，搞得一点意思也没有。苏小姐，你怎么能这么说大家呢？真是太没有礼仪了！你要向我们道歉才行。我是圈子里长出名的骄纵女，全靠着绝美护短的父母，在这个名利场里做天做地，横着走也无人敢管。尤其是对着陈彦慈，我更仗着青梅竹马的名头，时常在他的底线边缘疯狂蹦迪。背地里，众人都暗自思考，但凡我家世上略有差点，以我这种毫不顾忌的做法，早就完蛋800回了。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其实一直在满心欢喜地等着我完蛋的那天，真可谓是期待大，望眼欲穿。毕竟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我只是偶然穿进了这个本设定降智的古早狗血虐文里，原身作为这本小说里最大的恶毒做女配，最后硬生生把自己做进了牢里踩缝纫机。而我想要回到现实世界，就必须乖乖遵循原剧情，扮男主对我感到彻底的倦色，厌烦值满，我便功成身退，顺利回家。想当年一开始我脑子里还有个系统作伴，每天准时给我播报陈彦慈的好感值，看着那数值增势上升，进度不调一点点拉妈满，我心里甭提多踏实了，觉得这个系统真是贴心极了。但谁能想到，就在高中的某一天，它竟然像短路一样莫名其妙的消失了，毫无预兆。从那以后，完成任务的道路上极限我一个人孤军奋战，但我一点也不慌。既然我之前能凭真本事让他陌生我，之后我也照样能行。没有捷径，那就拼硬实力。于是除此之外没有系统进度条的鼓励，我仍然每天勤勤恳恳在作死线上发光发热。这日复一日的努力总算没白费，使得后来他只看见我就能下意识的纠错起眉头，那张俊美无熟的脸上满都写着显而易见的嫌恶与不耐，非常好，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看着他那副恨不得离我8丈远的冷漠表情，我在心里默默的给自己竖了一个大拇指，感觉回家的车票又进了一笔。而今天是我疯狂刷恐怖值的绝佳时机。按照原著剧情，在宴会上，陈彦慈会被温之凡那种清纯不做作、处处为他人考虑的善良所吸引，从而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对我这个恶毒女配而言，我大摇大摆的来这儿，唯有一个崇高的目的：赐温之瑜当好梦，让陈彦慈更加发自肺腑的恐我。果然，剧情的力量是不可抵抗的。陈彦慈这棵铁树居然真的对温之瑜感兴趣了，那就到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跑出来管教我？苏小姐怎么能这么说我？我也是为了大家呀！开玩笑，这群世家子弟当时就生活在我的淫威下面，除了陈彦慈，谁敢当着我这个混世魔王的面触碰我的眉头？那副神情，像极了在布满这群冷漠的宾客，无人替他的心上人说话。天哪，他真的超爱！陈先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众人都满心希望他能如以往那般，毫不留情地开口骂我一顿，好杀杀我的锐气。我也眼巴巴地看着陈彦慈，甚至做好了心理准备，坐等被他劈头盖脸的痛骂一顿。你是警察吗？那你管这么多？说！没到了呀，剧情不是这么写的。陈彦慈最近又和我爸谈成杀几亿的大合作了，所以看在我爸这个财神爷的面子上，强忍着包庇我。你和我爸最近不是又合作了什么大项目了？可是温之女啊！你看着她就没有一点点那种特殊的感觉？大哥，你可是女主啊，你得一点都小鹿乱窜，懂不懂啊？苏青燕，不要一回国就发癫。他骂了，我爽了。就是这个原汁原味的味道。事实证明，他还是非常厌恶我。既然温之瑜这个女主角都被清退了，我继续留在这儿也没什么表演的意义了。没过多久，我便百无聊赖地拎起限量款包包，打算深藏功与名，提前离场。可就在我刚刚走到大门口的那一瞬间，我的脑海深处忽然滴的响了一声，紧接着那道阔别多年的电子音炸响了，是那个死鬼系统！我靠，宿主这什么情况？男主对你的厌恶值怎么成0了？我就离开了几年，你不会趁我不在偷偷当舔狗讨好男主了吧？啊！
怀疑我的人格可以，但绝不能怀疑我的职业素养。我当即气沉丹田，踩着高跟鞋怒气冲冲的原路折返回去，准备当场让沈燕姿再狠狠骂我一顿，给这破系统开开眼。肯定是这年久失修的破系统出了 bug。我听见一群公子哥正围坐在他旁边，大肆吐槽我的丰功伟绩。对于这种背后的指指点，我早就见怪不怪了。毕竟我把恶毒人设经营得这么成功，没人骂我那才叫奇怪。我竟然第一听见了他对这些吐槽的回答。只见他慵懒地靠在沙发上，修长的双腿悠闲地摇晃着酒杯。反正他只对我做，你急什么？我躲在柱子后面，探出半个脑袋，那神情里不仅没有往日的恐怖，甚至还透着一丝诡异的得意与享受。又是这样，合着我们每次都这命不是命是吧？他折腾我们的时候，你怎么不管管？有些事情不用我说，你们也该有自知之明啊。而此刻躲在暗处的我，内心犹如遭遇了12级海啸，波涛汹涌，天崩地裂。我靠，这小子藏的也太深了吧！沈燕之脑子有毛病吧？这设定不对啊！他居然喜欢一个从小变着法儿欺负他的恶毒女配，受虐狂吗？这是在极致的震撼与世界观崩塌之下，我连冲出对峙的勇气都没有了。落荒而逃的苏青言没有注意到，就在他转身的那一刻，便破陈赤条拨开了人群。陈言辞的目光精准地锁定了苏青言慌不择路的背影。遇到事儿就知道跑。回家的路上，我和重新连线上的系统开始紧急复盘我近几年来的所作所为，大到怂我爸在商场上截胡生抢沈燕慈几亿的大项目，小到去他家做客时手窃的偷偷拿走他卫生间里最后半卷厕所纸，每一桩每一件都绝对对得起我恶毒女配这响亮的名号。没道理啊！就你做的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情，换作是我，早一天打你800回了。不会说话就闭嘴，没一句是我爱听的。宿主，沈燕慈她该不会是个受虐狂吧？就是那种你越折磨她，她越兴奋的隐藏属性。不会吧？我不理解，并且大受震撼，三观摇摇欲坠。肯定就是这样的，否则这根本解释不通嘛！怎么可能你如此作恶多端，她还这般纵容你？哎，宿主，你别说，这么一想，竟然还有点好啃，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大头鬼啊！此刻，我脑海里已经被硕大的受虐狂3个字死死占领，我甚至控制不住地脑补出了一幅极其惊悚的画面。求求你，一直折磨我，蹂躏我。我承认，这一刻我是真的慌了。系统，救命救救我！求求你显个灵，让他继续像以前那样无情的骂我吧。叫我疯子也好，说我发誓。那什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我的意思是，他其实是喜欢你呢？这句话杀伤力更大。我又是一哆嗦，这回连灵魂都跟着震颤了。那他还是继续当个受虐狂变态吧，太可怕了！他喜欢我这件事比他是变态还要惊悚1万倍，喜欢不了1点啊！因为这场细思极恐的复盘，我受了不小的惊吓，我天荒的在家里安安分分的苟了几天。你会一直只折磨我一个人吧？受不了一点！光是想想我都觉得要窒息了。但我骨子里显然就不是个能长久安分的主。当院种闺蜜阮欣瑶给我发来邀请，让我参加她今晚组织的变装派对时，在家憋坏了的我果断一口答应了。这个派对阮欣瑶每年都会办，而且年年花样翻新，绝不重样，可谓是把五花八门、群魔乱舞做到了极致。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于这种吵闹且毫无商业价值的聚会，沈总向来都是高高在上、避之不及的态度。你今晚务必打扮的好看点、性感点，到时候姐们儿给你准备了个大惊喜。惊喜？还能是什么惊喜？我已经幻视出80个宽肩窄腰、腹肌分明的男模站成一排，整齐划乎的朝我招手的壮观场面了。为了这80个男模，那日我特意下足了血本，画了个魅惑至极的夸张狐狸妆，还吃正子里自己那快要翘到后脑勺的性感眼线，能随身后士足徐如生的大尾巴。我满意的勾起红唇，笑了。就我今天这身绝杀的装扮，对付哪个男模不是手到擒来，轻松拿下？你说的惊喜呢？就算你今天预算不够找男人，也不能找这么劣质的来糊弄我吧？这全他妈是一群开裆裤时就认识的蠢货，看他们我还不如回家看猴。阮欣瑶，我警告你，你要是今天没有拿出点我感兴趣的真家伙，你完蛋！哎呀，别急嘛，他们这群陪衬对你来说当然不算什么，但是靠着他们做饵，我今天可是破底。看着那个肩宽腿长、透着股生人勿近气场的熟悉背影，我心里隐隐浮现出了一股极度不祥的预感。不会吧？沈燕娘！怎么样？没想到吧？姐们儿今年可是下足了血本，费了9斤2虎之力才请到了这尊大佛，这绝对是最大的惊喜。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我的运气就像一坨热河肉盛盛，保证会让他大吃一惊，刮目相看。大可不必，老娘对他刮目相看没那么感兴趣。去他的男模，去他的惊喜，逃命要紧。蹲在这幽静的花园里，看着几10米外灯火通明、纸醉金迷的宴会厅，我委屈的眼眶含泪，
气得一边拍一边喂蚊子。到底我现在应该在那个金碧辉煌的大厅里面，端着香槟，快乐地欣赏男模的8块腹肌，再不济也是和姐妹们一起潇洒热舞。结果却沦落到像个无家可归的野狐狸一样，蹲在草丛里和虫子作伴，白瞎了我今天这身性感绝杀的穿搭。这可是花了我3个小时搞定的妆发！可恶的陈燕姿，阴魂不散！要不是这个小子突然杀出来吓人，我怎么可能狼狈地躲在这儿？我怎么可恶了？你长这么大，不知道听别人说话，走路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借助大厅透出的微弱光线，我这才看清他今晚的装扮。他竟然身着一身剪裁严谨的白色龙袍，头戴九驴冠，肩玉佩环绕，那张俊论绝伦的脸庞，在这身古装的映衬下更显面容绝艳。我靠，不愧是论文男主，这张脸简直就是乱杀级别的。别说你了，就连我这一串没有感情的代码都快看迷眼了。哼，我冷笑一声，强行找回理智。谁迷了眼了？狗迷了，我都看迷了。咱俩这过命的关系，我听叫一声，没大碍的，别嘴硬了。今天到底是怎么消失的？在线等一个增强他的方法，挺急的。秉着我不好过，谁也别想好过的恶毒女配原则，我压下心头的恐惧，对着他就是明显毫无客气的挑衅。你这穿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着？陈总今晚准备登基了，破产了，准备改行去横店拍戏啊？你猜猜，大概是纣王。小狐狸，救命！纣王和苏轼要飞！我就这几天没见你，你这小子背地里到底进修了什么东西？怎么就放浪到这般可怕的地步了？正常点，别发慌。不会吧？被人当面骂了还那么高兴？这小子真是个无可救药的受虐狂啊！厅里这么热闹，你平时又最喜欢热闹，今晚怎么不进去，一个人躲在这儿？哦，听了刚才那抱怨的意思，是因为我。为什么？陈燕慈的目光灼热的仿佛变成了现实，被他掐住的地方都有些发烫，我莫名有些心慌意乱，眼神恍惚。刚刚进去就看见一群人围着你，像舔狗一样拼命夸你，我听着嫌烦不行啊？还好啦，不然每人排着队夸了几句。真的，我能坚持对他恶毒这么久，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这副欠戳的样子真的很气人。他们围着我，因为那是他们刚才没有看到你啊，不然视线就全去你身上，全去夸你了，哪还会一直围着我转？要是你在，这不得把他们那群没见过世面的家伙全都迷死了。所以真的不打算进去，让他们好好看看今晚这么漂亮的你吗？苏大小姐。可恶，听他这么一说，怎么还真的有些心动了？是怎么回事？我们俩一起不太好吧？这不符合我们水火不容的人设啊！分开干嘛？纣王和狐狸精本来就该在一起。事实证明，陈燕慈不只是个行动派，还是个控场大师。刚一踏进灯火通明的宴会厅，我和沈燕慈就好比是2块巨人卡，一下子就被那群兄弟给团团围住了。我靠，苏姐今天好漂亮啊！这气质，这身段，以后谁要娶你，那简直是祖坟冒青烟，有天大的福气了。什么话？苏姐这颜值，简直就是女娲娘娘当年毕生功力的炫技之作，好吗？苏姐，您今天高层下凡来视察工作，真是辛苦了。还好成哥机智，把你给叫回来了，不然今晚没见到苏姐盛世美颜的人，那简直是有大难了。一群平时看到我就恨不得绕道走的世家公子哥，此刻正围在我身边叽叽喳喳的夸个不停，甚至他们说可以搜藏瓜度的在飙演技。他们的大规模动静，直接将宴会厅里的其他宾客也全部吸引了过来，然后众人就像是被传染了一样，开始将我从头发丝夸到高跟鞋底。你今天真的很漂亮。我看着他近在咫尺的俊朗眉眼，有些呆冻住了。仔仔细细算下来，他今晚真的已经让我彻底漂亮了。谢谢。我其实心里比谁都清楚，就这群被我欺负到大的家伙，平时不是背地里扎小人骂我，就算烧高香了，哪会突然转性，当众整齐划一的夸我，还夸得这么浮夸做作？这一切8成都是在他背后悄悄授意的。老实交代，你和沈燕慈是不是要在一起了？我一口香槟差点喷出来！你在开什么国际玩笑？我告你诽谤的哦！不可能，我们俩除了看不顺眼，还有沈燕晨妄图以变态行为走向我之外，没有任何关系。我敢打赌，只要你现在稍微点个头，陈言辞绝对不能摇着个尾巴，晃着个脑袋一路狂奔过来。不是，这话什么叫摇着尾巴跑过来？不会吧！你现在立刻猛地看向陈燕慈。发现了吗？你错了，你和他的每一次对视，就从来没有巧合过。只要你回头，就永远能看见他在看你。可惜你这个木头从来没有发现，苏清耀他喜欢你。我震惊，我大为震惊，这件事简直比有人爱看奶屁文学还要让我震惊10000倍。
不过我对他那么坏啊！我怂恿我爸在商场抢上他的大项目，我还借手去偷他厕所里最后半卷纸。上学的时候，我还经常恶毒的藏着他写好的作业。我对他这么坏，坏的令人发指，他还喜欢我，他这真是变态啊！你傻啊！你抢他项目，他当那是提前孝敬老丈人了。为了你有作业可藏，藏的开心，他一直以来每天一晚上都默默写2份。我甚至怀疑，要是哪天你想打失眠，他都得提前想办法吃点药，把骨头变脆，好让你打的时候不费力一些。你们俩这叫啥？这叫周瑜打黄棍，一个愿打，一个愿急。所以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你老实交代，你们俩最近肯定发生了化什么怀反应，不然按照陈燕慈那闷骚的性格，不可能突然将感情外泄的这么严重，这么不加掩饰。你知道他现在像什么吗？他才是想方设法勾引你的南湖精。就他刚才看你那赤裸裸带着火星子的眼神，感觉下一秒就觉得你当场拆骨入腹了。这一瞬间，我感觉我坚守了10几年的世界轰然崩塌了。我不是恶毒女配，我是小丑，一个蒙在鼓里自导自演了10几年的超级大小小丑。哪家好人辛辛苦苦欺负不完人后，不但没有把人欺负跑，反而被人死心塌地爱上的。陈燕慈这脑子指定是有点毛病吧？没事的，你不要怀疑自己的业务能力，你已经干得够恶毒了，奈何别人要当成情趣来享受。这真的不怪你，要怪男主的这个逼太奇怪了，这个奇怪了。聚会散场过后，作为东道主的阮星瑶又风风火火地安排了一场夜宵。按照我之前的人设，为了能近距离地看着沈燕慈作妖使剑子，我每次聚餐绝对都死皮赖脸地贴着沈燕慈坐。但这次没了。在得知那惊天动地的真相后，我看着他莫名就觉得脊背发凉，心里发怵。于是我生拉硬拽着阮星瑶，像逃亡一样，一头扎进了包厢最里面的位置。我怎么没想到，陈燕慈虽然是最后一个慢条斯理进包厢的，但她连看都没看外面留着的空位，直接穿越喧闹的人群，目标明显径直走到了我身边的位置站定。全场陷入诡异的死寂。你这次怎么没等我一起做？而坐在我另一边的阮星瑶正趁着机在桌子底下狠狠地抠了一下我的手心，对着我疯狂挤眉弄眼的表情，就像在声情并敏地说：“看吧，周瑜、黄盖，你的黄盖来找你了。干嘛？我没坐在你旁边，你不习惯不是吗？”谁曾想，他根本不按套路出牌。他拉开椅子，自然地坐着，直接坦然承认：“没有你在旁边，确实不习惯。”这世界一定是疯了！阮星瑶右桌子底下激动的连抠了好几下我的手心，看见没有？看见黄盖，不但没有看见，黄盖还开始对你摇尾巴了！我求了！我在心里哀哭陈念慈，要不你还是回归到暗恋那一次，默默继续喜欢我吧。你现在这么打直炮，我这脆弱的想真的承受不了啊！来，沈总，我这里宽敞，我去催个菜。拿下他！沈燕慈却毫不介意我的冷落，她熟练地拿起茶壶，烫好杯子，给我倒了一杯我最喜欢喝的鲜榨橙汁，然后有搭没搭地开始找我聊天。今天吃饭怎么这么安分了？怎么不往我碗里夹我最讨厌的八角、桂皮和香叶了？你最近是敢用眼睛吃饭了吗？都不用碗筷？我做如捣蒜，实际大脑一个当机状态，根本什么都没有听进去，开始着怎么熬过这顿饭。身旁安静了片刻，沈燕餐沉默了几秒。那低沉的喧闹声带着几分意，不慢地在我耳边炸开。不就是知道我喜欢你吗？至于被震动成这副呆呆的样子吗？这件事能在大庭广众下说出来，随便就说的吗？而且为什么他表白完之后表情还能这么云淡风轻理所当然？反观我现在浑身的血液都在倒流，已经想直接掀翻桌子站起身逃出这个地球了，救大命了！表情坦荡的仿佛在讨论今天的夜景。自然，不然为什么？还是说我的爱很拿不出手吗？苍天啊，谁又在跟你讨论拿不出手这件事了？旁边还坐着那么一大桌子竖着耳朵听八卦的人啊，就不能换个没人的月黑风高的安静地方说吗？谁家好人告白是吃着烤串喝着橙汁随随便便说出口的？真是的，一点都不浪漫。那个，我家猫生了，我先走一步。既然没破产，那你要送我，你让我家女司机去喝西北风吗？没有啊。大哥，你好好当你的豪门阔少不好吗？大半夜的和人家司机抢什么工作？我真的不明白现在的男主脑子里都在想什么？难不成其实是你家破产了，你想来我家应聘司机吗？直到我都一溜烟坐上了自家的专车，透过窗户还看到他站在路边的夜色里的方向，看着我低着头一抽一抽的发笑，他真的指定是有点毛病。回去的路上，我满脑子都在像放电影一样回放疯狂着沈燕慈那掷地有声的告白。为什么不能？还是说我的爱很拿不出手吗？我在车上想了半天，脑子都快想冒烟了，也不明白事情怎么发展到了这个离谱的地步。说吧，又闯啥祸了？要钱还是要人？爸，我有一个朋友，他一直非常看不顺眼的一个家伙，今天莫名其妙的给他表了白。沈燕慈跟你表白了？爸，不是，
这还用猜吗？前2年我抢他客户和项目那几个大项目的时候，只要我不经意的报上你的名字，他小子不但不生气，还非常配合的把相关的核心文件一下子给我，生怕我抢的不够顺利。我能不知道他那点逻辑吗？说吧，我的亲爹，这不要脸的事你到底背着我干了几回了？你懂什么？我们这叫商战，真是好新潮、好厉害的商战啊！合着我的名字是你们商战里的通行证是吧？闺女，你还真以为我看出来了，只是因为几个项目啊？你自静下心来仔细想想，你从小到大怎么闹人家沈燕慈了？她和你红过脸一次没有？他给我提包买水，当牛做马，这不叫惨无人道的欺负吗？这怎么能叫爱呢？哎呦，你仔细想想当初沈燕慈说的话，她那对你言听计从的样子，像是被人强迫、被威胁的窝囊废吗？她天亮正大的跟在你屁股后面，心里不知道多高兴呢。只是你这丫头缺根筋，从来没用心去看。我只能隐约记起，在每个霞光满天的放学午后，都会很自然地背上我沉重的书包，然后将报名表买来的热乎乎的实时递给我。紧接着，心脏像变水酒跟在我的身后，他什么话都没有说，而此时难言的酸涩与遗憾，有没是追总是朝前看的眼睛呢？只要一闭上眼，记忆就不受控制地回到了大一那年。当时都刚到大学校园，好像是紧张了许久后突然解放了天性，我也不例外。为了丰富我恶毒女配的人设，我也草率的跟风谈了一个，但很遗憾，我看人的眼神实在不行，不幸遇到了个人面兽心的人渣。谈了还不到1个月，我就被绿得发光，头顶一片大草原。那天去酒店抓奸的不是我，而是沈燕池。渣男和小三被堵在走廊上，我只有脑子发懵，手足无措站在一边，看着脾气谎爆的阮星瑶哭着冲上去，抡起手中的重工固定钉包，狠狠地往那个渣男身上砸去。就在我像个被扒光了衣服的小丑一样站在原地发抖时，沈燕慈沉着脸从人群中穿过，向我走来。她眼底满是心疼，试图伸手想要揽住我，安慰我。但在她即将碰到我的那一刻，我却像一只受惊的刺猬，猛地后退了一步，口不择言地对她吼了一句：“你是不是现在心里特别高兴？终于看到我像个笑话一样了，这么狼狈的姿态了！”那张向来冷漠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如纸。我当时到底对他说了什么？是啊，想想，我向来习惯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沈燕池，不是因为他本身有多坏，而是因为我深藏在心底的愧疚。我愧对自己为了完成系统那个虚无缥缈的回家任务，自私背叛了所有的恶意、难堪与伤害，全部倾注在了他一个人的身上。每次见到他，只要对上他那双深邃的眼睛，我都会无法克制地想到我一直在欺负他，利用他的残忍事实。只要他像圈子里人一样在背地里指指点点，破口大骂我不知好歹，我叫纵恶毒，我的负罪感就能减弱一点。好像只要他恨我，我们之间的感情账就能两清，我就心安理得地继续做我的恶毒女配。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其实，上辈子的我，在很小的时候，父母便因为意外双双离世了。我在孤儿院中没有偏爱的孤独中长大的，所以当莫名其妙穿越到这个世界，睁开眼看到身边围着我嘘寒问暖的苏家父母时，我满心欢喜。我甚至天真以为这是上天垂怜为我带来珍贵的礼物，让我重新得到父母我渴望得到20多年的爱。从那以后，我便时常在深更半夜满头大汗的惊醒。你为什么要抢走我的生活以及那些该属于我父母的爱？你滚出我的身体！对不起，我很快就会想办法走，把一切都还给你。这长年累月纠缠着我的梦，我深陷在亏欠的泥沼里，奋斗了很多年，心虚的偷穿了别人的漂亮衣服，偷走了本该属于真正清扬的璀璨东西。于是，为了掩盖内心的罪恶感，我从来不和身边的人有太多知心的交集。我决心将所有的努力靠有人配过对我好的人和恨拒之门外。我觉得满竖起越觉得愧疚，这些本都该是真苏清扬的东西，我不配拥有。就在我快被这种愧疚逼肤时候，系统为我下发了一个任务值：做值让本小说的男种足够厌恶你，厌恶值拉满，你就剥离这里回家了。为了这个偷来专注做了我这一生最残忍的事，我答应了。我以为解脱，可实际我并没有因此甩开对原主的愧疚，反而还在这个过程中将一个无辜的他牵扯进来，又深深地增加了对他的愧疚。我把我所有的无力、恶毒和伤害都倾注在了他的身上。这是一条踏进去就往下陷的沼泽路，我硬着头皮从头走黑，连头都不敢回。我曾在幼时看过一部很有名的动画电影，当时的里面我看不懂，只记录有那句台词：初闻不知此中意，再听是剧中人。此时此刻，躺在床上回望我这些年对沈总的一切，这句话就是漫长的时光在今夜正中我的眉心。我
欠沈总的那些温柔与真心，我永远都还不清了。宿主，你想不想见见真正的苏清燕？真的可以吗？我真的可以见到他了！你当时不是天天做噩梦睡不着，总在梦里嘶喊着不配他吗？我看着也替你愁啊！我就趁着消失的这几年，去各个平行线的小世界里找他去啦。我想着，如果能让你们俩见一面的话，你心里的那个结会解开，状态还好一点吧。他在旁边的日子过得还异常精彩呢，你一会儿看过了就知道了。你真的好好学学他。任务开启。指令完成。随着系统一道完成指令的电子音落下，我的意识仿佛被抽离了躯体，瞬间陷入了深沉的迷惑。打开门进去，就是真正的苏清燕。不准临阵脱逃，也不准在这给我当缩头乌龟胆小啊，不然我就把你关在这里天不2个月。我知道系统这是看出了我的惶恐，用他恶劣的方式安慰我。我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让他放开心。映入眼帘，一面面悬浮在空中，不断播放着画面的巨型屏幕，而这些屏幕上的绝对主角，全都是一个长相和我一模一样的女人。这些都是他走向的平行小世界。其实是什么意思？我的大脑有些转不过弯。最初我找到了他的灵魂意识体后，他听说他原世界自己的身体里已经有了一个你，并没有反应，反而答应和我绑定，去各个濒临崩溃的小世界出发任务，帮助我们主神空间修复剧情。这么晚才回来，就是带他去各个世界穿梭，熟悉任务。你是苏清燕回来了，那个真正的本该拥有这一切的苏清燕。我猜你会来，但我确实没料到，竟然这么快就见面了。手里仿佛塞了一大团汁水的海绵，千言万语搁在心头。对不起，这有什么好遗憾的？系统故障把你拉过来，这又不是你的错。老头最近还好吗？我愣了半天，才意识到他口中的老头说的是咱爸苏家那个叱咤商场的护短嬷嬷。他很好，身子也不错，能吃能喝的，在商场上还能精神抖擞的坑人呢。其实我离开那个世界，最不放心的就是他。我当然相信你，毕竟他现在也是你爸了。我和他并肩躺在沙发上，好像这辈子没说过的话都说完了一样，聊了很久。聊到最后，话题都指向了女人们永恒的话题——男人。毫无保留地对他说了我和沈燕慈之间的那些烂账，说了我是如何为了任务欺负他，说了他现在近乎偏执的表白。我说我觉得深深的亏欠，我不知道他该如何面对这一份沉淀的被我扭曲了的心意。等等，你说什么？我不是吗？我会因为剧情任务的需要对他们很坏、很恶毒，甚至为了过关会亲手杀了他们。但那些男人最后还是像飞蛾扑火一样趋之若鹜的爱我，但我从不觉得亏欠他们分毫。苏清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知道我值得，我值得这世上主人的爱。你要明白，人永远不会平白无故的爱着同样一处的东西，正因为你的身上有值得他爱的地方，沈燕慈才会面对那些所谓的欺负死心塌地的爱你。你去欺负他，那是你的行为，你可以为你的行为道歉，但是他在被你欺负的这个过程中，自己没有把控住爱上了你，你为什么要为他单方面的爱而感到沉重和亏欠？你又没有拿枪指着他的脑袋要求他必须爱你。你觉得以前对不起他，那很简单啊，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对他加倍好，给他赔罪，给他送钱，给他砸资源，然后都行来弥补他。报恩和赎罪，就只有用爱情去爱情这一条路吗？最后，在我的意识里分割空间、迷惑呼呼之际，你要记住，苏清燕因为只能爱一个人，才去接受一个人的心意，绝对不能因为所谓的亏欠而委屈自己。你可是苏清燕，谁得到了你都算他祖上积德的福气。希望你能好好过好你我共同的人生，活得漂亮点，不然下一次见面我就会骂你哦，苏清燕。温热的恰到好处，驱散了我心里盘踞了多年的阴霾，困扰我多年的脊索，在那番话里彻底碎裂了。谢谢你，苏清燕，也谢谢你，系统，谢谢你让我见到他。此时的气氛静谧而美好，我互托刚刚眼睛，满心期待着系统能像个成熟的人工智能一样，用温柔的机械音回我一句救赎。没关系，这是我应该做的。整个画风已经被温敏感拉满了。对二。然而，比这句回复先出口的是一声极其响亮、极其接地气的电子音。对二。哎呀，他手中竟然还捏着插图2，这什么离谱牌型啊！我这把又要输欢乐袋了啊！完蛋了啊！哦，你刚叫我，你刚说啥来着？刚刚升起的感动，
瞬间碎了。我心里默默竖了个中指。喂，你这个搞乱行程的服务系统！经过一晚上的沉淀，对于另一个我的话，我思考了很多，也终于想通了。于是，在吃完午饭后，我便干脆利落地约了他在一家隐秘的私茶房馆见面，准备把一切都摊开来搞清楚。我今天来找你，是想正式和你说一声对不起的。有一些我无法对你明说的原因，我当时一直在恶意地欺负你，针对你，这给你带来了很大的伤害，真的对不起。陈燕慈被我这突如其来的大礼吓了一跳，向来运筹帷幄的沈氏总裁，此刻惊乱的有些手足无措。苏青燕，你别这样，我不在乎那些的，真的没关系。但我在乎，我做错了事情是事实，我不能仗着你的武装就装作没发生过。你无论以后提出什么要求，我都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满足你，从而来补偿你这些年受的委屈。钱要核心项目，要人脉资源，还是其他的什么稀世珍宝，只要你开口，我都可以做到。听完我这番霸总的容颜，沈燕慈不但没有高兴，眉头反而皱了起来。你说的这些我都有，我也不缺。但是沈燕初，我现在不爱你，你知道的吧？我知道了，但我承认我对你有好感，在未来的某一天，我可能真的会爱上。但我现在对你的情感，我现在做不到立即将这份沉甸甸的愧疚感转化为纯粹的爱意，因为在我的前26人生中，我的眼睛从未真正回过头去认真的看你。沈燕慈，这对你很不公平，这是一场豪赌，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在乎。时间我有的是，我可以等，只要你给我这个机会就好。此刻，沈燕慈的眼睛亮晶晶的，唇角不受控制的扬起，看上去简直高兴的快要摇尾巴了，哪里还有半点商大佬金贵的样子？看着眼前这个自我攻略满分的男人，我突然有件事进展的异常，又是心累的无力感。这就是正常人和极品舔狗之间的对话吧？我活了这么多个纪元，今天可真切切的见识到了。你少说2句话吧！一人一个系统，没一个能让我整出好话的。自从那日茶馆聊天，沈燕之单方面只截取了我对你有好感那句重点，至于什么需要时间慢慢来，他是左耳进右耳出，半个字也没听进去。从那以后，他做事的行径便越发大胆，甚至可以说透着一股明目张胆的骚气。我叹为观止，索性结合他沈氏总裁的身份，给他取了个极其贴切的新名字——骚大。系统在我的脑海里笑得满地找头，连连赞同，说这名字简直不要太衬他如今这副开富开贫孔雀的模样。但玩笑归玩笑，当我们真正决定在一起的那日，沈燕慈却收起了所有的玩世不贞。那天，她不知从哪里翻出了2套保存的完好无损的高中时期校服，眼巴巴地央求着我换上，然后她亲自驱车将我带回了我们曾就读的那所高中。我们俩穿着校服，并肩走在那些年无数次走过的林荫街道上，我们像一对最普通的学生情侣，去校门口熟悉的小吃摊儿，吃着那些曾吃过的让人怀念的老味道。直到夕阳西下，温暖的余晖将2人的影子在柏油马路上拉得老长。他忽然停下了脚步，他站在原地不动，只是极其温柔的轻声示意我继续往前走。我不明所以的往前走了几步，身后便传来了他的声音：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想让我讨厌你，我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为了能名正言顺地待在你身边，我在面对你时从来不敢笑，我总是紧紧皱着眉，努力装作很讨厌你。那天说你从来没有回头看过我，但你不知道，我其实很庆幸你没有回头，因为只有在你看不见的背后，才能卸下所有的伪装，毫不掩饰，贪婪地去喜欢你。我猛地停住了脚步，所以，在多年后的今天，在不用我再继续装作讨厌你的今天，你愿意回头真正的看一眼我吗？蠕动翻发，勾人着眼泪毫无预兆地砸落下来。或者，苏青言，你愿意爱我？我定在原地，双腿仿佛灌了铅，半晌都无法挪动分毫。滚烫的眼泪毫无预兆地砸落下来，我如墨几步醒般距离，隔一干春的干着穿着干净校服10年，岁月它仿佛奇迹般的重叠，时空在我的眼前交错，原本刻意被我遗忘的记忆，在脑海中瞬间剥落了灰尘，变得无比清晰。那时，午后的阳光透过斑驳的树梢，细碎地洒在他的身上，微风轻轻吹起他干净的衣角，他总是微微低着头，神色倦倦的，仿佛对周遭所有的喧嚣与热闹都不感兴趣，但只有他的那双眼睛知道，那里早已装满了他感兴趣的一切。那是我的背影，我看着眼前红着眼眶、执拗又紧张地等待着我审判的沈燕慈，破涕为笑。我不再犹豫，大步朝他跑了过去，毫不迟疑地一头扎进他那个迟到了许多年的温暖的怀抱里。我愿意，沈燕慈，我爱你。